This channel, a systematic teaching, enables you to put an end to suffering and reincarnation. Please find the playlist of this series in the description. Mahayana Pure Land welcomes you. 那么第五个信释信释者，深信只尽现前一念，不可进步；一心所现十方世界，亦不可尽。实有极乐国在10万亿土外，最极清净庄严，不同庄胜欲言。这个释是理之释释和理是一对的，有其事必有其理，有其理呢必有其事。那我们要对事也要相信欧一大师先给我们讲出理。现前这一念心不可尽。什么叫不可尽呢？遍虚空法界，遍一切时，遍一切处，十方三世都是一念心中所现所以这一念所现的十方世界也不可尽那么十方世界包括了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这一念心所现的那么在世上讲，确实有极乐国土。西方极乐世界呢，距离我们这娑婆世界在西方这个西方不是地球上的西方如果你说地球上西方，你往西走，一直走绕一圈又回到原点上了，那不是地球上的西方。娑婆世界有多大？黄念祖老居士给我们说的，有10亿个银河系这么大。那地球只是银河系一个小星球而已这娑婆世界的西方，过10万亿个佛国土也就是像娑婆世界这么样的世界，过10万亿个，那里确确实实有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建立的清净庄严的国土最极清净庄严。这可不是佛给我们说一个寓言而已，不是这里庄生寓言，庄子喜欢讲寓言它不是寓言，它是真实的，确有其事为什么有这个事呢？因为有其理，必有其事。理上讲，我们这一念心现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世界，所以世上必定有下来讲信理。信理者，深信10万亿土实不出我今现前借耳一念心外，以吾现前一念心性实无外故。又深信西方一正主办，皆无现前一念心中所现影。我心变故，佛心亦变，一切众生心性亦变，譬如一世千灯，光光互变，重重交涉，不相妨碍。这个在理上讲很深，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法门这个理不是那么简单虽然是一个不认识字的没文化的老太太，她也能修，可是她这个理确实是深。
不通华严呐，也不能够把这个理搞明白。可是呢，理虽然不明白，你在世上修，一样得成就。这个法门妙不可言呐，它是事理无碍的。那这里讲的理是10万亿土，当然包括十方无量的诸佛国土，都没有出我现前一念心外。这个戒耳是讲极其微细，念头很微细，只要有念头，就能现宇宙虚空万有。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在我心外呀。那么我现前一念心性实无外故，所谓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一切宇宙万法不离心性啊。所以在理上讲，西方极乐世界真有啊。虽然有，又是不出心外。所以你要往生极乐世界呢，你就是转念头而已呀，全在你真心本性当中本来具足的，哪里说可能不往生的道理呢？那么又深信西方依正主办，依正是讲依正庄严，依报是环境，正报是指人的自身。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和环境都无比的庄严一切的众生都是阿毗跋致菩萨。这个依报的庄严，那是无量清净的美好的环境。主办主是阿弥陀佛他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伴呢是跟随阿弥陀佛学习的极乐世界一切大众。这一些通通是我现前一念心中所现影这个影字用的特别的妙。为什么呢？这个影它不是实体，也就是它是一种空相。虽然是空它又真有这个影像出来，所以真空妙有性上讲是空，相上是有，理上是空事上真有。我性变故佛性亦变。我这一念真心变虚空法界，佛这一念真心也是变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这个心也是变虚空法界。每一个众生都本有真心本性，每一个众生的心性都是变法界虚空界的。虽然变法界虚空界，它们是重重的交错在一起，互不妨碍，也分不出是你的心性还是我的心性。这里举了一个比喻，譬如一室千灯，光光互变，重重交色，不相妨碍。在一个房间里面，假如点了1000盏灯，这每一个灯都贡献出光芒把这个房间照得很亮。
光与光之间呢，互相的交融在一起，重重交射，每一个光，每一个灯的光都遍布在整个房间里。虽然每一个光都遍布，可是呢，又不相妨碍。你的光和我的光融汇在一起，确实是有你的光和我的光，但是呢，又分不出你我了。极乐世界是什么呢？通通都是每一个众生，也包括是阿弥陀佛心性所现的这个境界交融在一起。这个光就是比喻心性，互相交涉，不相妨碍，共同形成极乐世界一正庄严。那么这是讲六信：信自、信他、信因、信果、信事、信理。把这些道理都搞清楚、搞明白了，你的信心就很踏实。简单的来说，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即是蒙阿弥陀佛接引回归到本性所现的清净的国土。这个国土是我们本有的家乡就是阿弥陀佛接引我们回老家呀。老家是自己本有的，回去不难，你肯转念就行了。那么这个转念很重要的是你要有大愿所以信之后我们讲愿蕅益大师讲，如此信矣，则娑婆即自心所感之慧，而自心慧理应厌离；极乐即自心所感之境，而自心境理应心求。这是大师教导我们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娑婆世界是我们现在所生存的世界，叫五浊恶世，作恶到极点了。我们在这里太苦了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五阴炽盛是身心的煎熬，这八苦交煎我们要想处理呀。你能够真信，你就应该信什么呢？娑婆世界这个苦，是因为我们自心当中的贪嗔痴烦恼所感得的污秽这个污秽的环境是因为心里面有污秽，一切为心造那么自心中的污秽，我们理应厌离，应该把它舍弃。也就是说，要舍弃心中的贪嗔痴慢这些烦恼。把贪嗔痴舍掉了，三恶道就没有了；把执着舍掉了，六道也就没有了；把分别也舍掉了，十法界也没有了。你就回归一真法界了。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
是要我们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把内心这些东西都舍掉，这些是污秽，这叫染念。那么极乐世界是自心所感之净，是净土。心净则佛土净啊！我们自心清净了，怎么清净呢？你念阿弥陀佛，净念相继，你就是自心清净了，你就得生净土了。所以这个不是心外求法，全是心内的功夫。我们理应心求，心就是很欣喜的、很欢喜的求生净土。你要升起大愿啊，要往生极乐世界啊！宴会须舍至就近，方无可舍；心境须取至就近，方无可取。有人说：“哎呀，极乐世界都在心内呀，你何必说要求生净土呢？啊，你不是转念头就行了吗？对呀，是转念头就行了。那你为什么还要想着去哪个地方往生呢？啊，这个是对于理和事啊还没有搞透彻。啊，蕅益大师教我们，理虽然是极乐世界啊，就是我们心内的净土啊，所谓唯心净土。但是事实上，你必须要舍离娑婆世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里讲的厌离心呐，一定要升起来。厌慧就厌离娑婆，也就是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对娑婆世界一无所求。你要舍到究竟啊，彻底舍掉，舍到最后才到无可舍的地步啊！你心求极乐世界，你也要求到至诚，求到究竟，这时候才无可取。所以不取不舍，在理上说的同，可是在事上呢，你要舍娑婆，舍到究竟，求净土要求到究竟啊，要取到究竟啊，求取西方啊！如果不是从事上啊取舍，只是道理上明白啊，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啊，崇尚所谓的不取不舍啊，所以佛也不用念了啊，净土你也不用发愿求生，它本来就在你心内。这是什么呢？叫执理废事。道理好像搞通了，其实没通。你执着个理，把事废了。你不肯念佛，不肯发愿求生，既废于事，理亦不圆呐。你把这个事废了，你那个理也不圆，你也没悟通啊。所以真正把道理搞清楚、搞明白的这个人，他表现什么样子呢？
必定是一句佛号念到底，他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人在世上能够精进勇猛的，才能够说明他对理能够圆解那么执理废事的这种人不能往生光在道理上明白了，可是没透彻，世上不肯修，怎么能往生呢？倒不如是执事废理的人好道理虽然不明白可是他世上真干。像那些没文化的老太太，他们专念阿弥陀佛，老实念佛，他不怀疑佛讲的告诉我到极乐世界去，我就老老实实的听佛的话，深信切愿求生净土，他世上真修。莲池大师说九品决定有份往生极乐世界九品莲花决定有份所以尤其是知识分子，千万不能执理废事这是讲愿一定要发愿求生净土。